紧急广播！紧急广播！各位冒险家请注意，这不是演习。那个我们找了好久的 Level 3文明，他们真的来了。现在，巨大的飞船就停在你家头顶上，安静的像一座山。你会做什么？尖叫、逃跑，还是拿手机开直播？先等一下，Pakoko要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宇宙求生守则：不要惊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们能跨越几百光年来到这里，他们的科技一定比我们强几亿倍。如果他们想消灭我们，我们早就变成灰尘了。既然他们停在那里不动，那就代表他们想聊天。问题是，我们该说什么呢？这可是大问题。我们要说英文、中文还是日文嘞？别傻了，外星人连地球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听得懂人类的语言？在他们的星球上，也许根本没有声音这种东西，但是在宇宙中有一种东西是绝对通用的，那就是数学。不管在地球、在火星，还是在银河系的另一端，一颗苹果加一颗苹果永远等于2颗，圆周率派永远是 3.14159， 这是宇宙的真理。所以科学家建议我们要发送的第一个讯号是质数，就是2、3、5、7、11、13，这些只能被自己整除的数字。为什么是质数？因为大自然不会产生这种规律的数字。当外星人收到这一串数字，他们就会知道，哇，发送讯号的这群生物是有智慧的，他们懂数学。其实除了数学，我们早就主动递出了第一张名片。1977年，人类发射了航海家号探测器，上面带了一张金唱片。这张唱片就像是地球的时光胶囊，预计要在宇宙中漂流10亿年。你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吗？里面收录了地球上的雨声、海浪声、鲸鱼的歌声，还有刚出生婴儿的哭声。我们还用55种不同的语言录下了问候语，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：各位浩瀚宇宙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科学家卡尔萨根认为，数学可以沟通逻辑，但只有音乐和声音能沟通感情。我们想告诉外星朋友，虽然我们的科技还在新手村，但我们是一个充满爱、艺术与好奇心的星球。不过，也有一派科学家，像是霍金博士，曾经严肃地警告过我们，不要太大声嚷嚷。这就是所谓的黑暗森林法则。他们认为宇宙充满了危险，每个文明都像带着枪的猎人。如果我们太早暴露位置，可能会引来坏人。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对当地的原住民来说，带来的不是礼物，而是灾难。这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害怕跌倒，就永远不学走路。真正的大冒险就是要具备保护自己的智慧，同时也要有探索未知的勇气。所以，如果明天飞船真的来了， Pakoko 希望你们记住这一课： 1. 保持冷静，不要攻击，因为我们打不赢。 2. 用数学沟通，画个几何图形或发送质数。 3. 保持善意，因为在那一刻，你不再只是你自己，你是代表全人类的地球外交官。宇宙很大，我们并不孤单，只要我们准备好，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。我们第一集提到，地球上的国界线消失，地球发出蓝光，人类团结。然后第2集，太阳被戴森球包围，人类飞向银河系。接着第3集，安静的游乐园，或是拿着放大镜找外星人。最后第4集，金唱片在太空中旋转，小朋友挥手。回头看看，这真是一趟不可思议的旅程，对吧？我们从最初大胆想象的星星，人类大团结。接着，我们拿出攻略本，去测量了人类未来的文明等级。然后，我们化身宇宙侦探，在费米悖论中寻找消失的外星朋友。直到今天，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当一个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地球外交官。这趟宇宙大冒险告诉我们，虽然人类现在还很渺小，但只要我们保持好奇，学会团结，我们的未来将会比宇宙还要宽广。这系列的冒险虽然结束了，但探索世界的脚步不会停止，一定要记得订阅频道，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冒险哦。我是 Pakoko， 这里是小朋友大冒险，我们下次见。